月薪至少要5000到6000左右，应该月薪过万吧。他的工资最起码得过万吧，每个月。我觉得这在大城市这是最基本的了。我觉得要的很多的女人，她得先考虑她自己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，有没有这个实力去要求那么多。她要是像芙蓉姐姐、像凤姐，那她干嘛要求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是，凤姐还要求陈冠希呢。有新房，有车就 OK 了吧？没车没房没存款就不考虑，这一点让我很愤怒，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觉得没有房子特别没有安全感，所以说我觉得房子是前提。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在3、4环买一套房要多少钱？少则100-200万，多则300-400万。这种钱是一个什么概念呀？有这些钱，我可以天天找小姐，一连找20-30年，而且天天不重样。比如说一个女人跟你相亲的时候，问你有房吗？有车吗？你说没有，她说那咱们还谈什么呀？然后你就可以说，你凭什么让我有房有车？你凭什么？你是长得像林志玲还是长得像玛丽莲梦露啊？肯定要看经济实力啊。那我的生活水准是这个 level 的，那如果是我找一个这个，那我跟他好了以后，我反而还要就成这样了，我觉得肯定是不靠谱的。有信心有房有车，我怕什么？不以爱情为目的结婚的都是耍流氓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嘛。你没钱没房，我就不跟你结婚。那这种女人，我如果碰见这样的女人，就一个字儿：滚。存款基数大概得30万以上吧，才能够考虑要小孩。如果说在有房子前提下吧，最起码也得有40-50万，然后也会考虑生房。如果要是让我生孩子的话，我的前提是，一是最低10万块钱存款。2呢，就是必须有一个我和我老公单独在一起住的房子。比如说结婚啊、生孩子这些事，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？但我觉得你能生出来，你也得养活他吧。你如果都不能保证给他好的生活环境，起码也是基本和其他同龄人差不多的生活环境，我觉得以后孩子的思想也很容易扭曲的。可能条件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可能就不会选择要这个孩子。所以说金钱还在其次吧。你有个100-200万，我就生这孩子。你问题是生下孩子你用不了100-200万啊，你就把他养大了，有这个钱都够了。我得首先要生得起他吧，光生下来咱们也得花个10-20万吧。再上学完了还要出国，这怎么也得100-200万下去了吧？哇，他又要结婚，这又得100-200万出去了吧？那对于我来说，最小个500万吧。那我觉得他爱的是500万，不是我不会跟他结婚，很简单。而且我觉得确实工资是衡量男生能力的一个标准。如果我的老公没有工资高，我应该会介意的。想要更好的生活，他就指着老婆去努力去赚的话，那肯定不行。现在这个社会吧，金钱是最现实的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这个评价的标准。那她嫁给钱去吧，她要的不是我们男人，她要的是一种钱，她的脑子已经腐朽了，全是浆糊了。他的这种人生关系就已经完全崩溃了，他这样活着，他已经活着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觉得，在我心中，我想买什么我可以买得起，我想吃什么我吃得起，我觉得这就可以了。典型的思想腐朽、胡说八道的性质。如果说那个他另一半他是跟着我在一块儿，他是说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那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对我好想，他只是想来跟我弄一张卖身契而已。与其抛给女生，那不如直接去问男生好了。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应该有钱呢？我觉得其实现在这社会男女特别平等。凭什么要男人那么多钱？女人为什么就不能自己赚？偏要男生赚钱来养自己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从一种未来的趋势看，说他是希望让你看到他会想去努力，但是我觉得空口说白话这谁都会，就没什么意思，干脆不要说你，还是做给我看吧。如果是说又没有上进心，平常又很颓废，一天就只知道玩了，我觉得应该离垃圾不远了。满足于现状，然后又没有说特别大的理想，就觉得我现在生活还挺好的，我觉得这种男人就是垃圾。没有上进心，也没底子，长得又寒碜，我觉得这种人
就跟垃圾差不多吧。对于那种说男人没钱是垃圾的这种女人，我觉得这种女人最适合去夜总会工作，或者去给有钱人当二奶，这样呢，她可以减少碰到垃圾的几率。就其实就像在谈一场交易一样，就是要保持理性跟理智，首先要保护自我。如果女人非要把自己当成商品来卖的话 ，OK 没有问题，但老子还不稀罕买呢。世间的所有动物之间的交配都是需要物质的。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巨额交配确实是很需要的。我觉得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这样的交配，你总是要有一方有东西吸引另外一方才行。这无非就是你负责赚钱养家，我负责貌美如花嘛。这个比如说我以你的挣钱能力来要求你，那如果你一个月就2000，你就甭指望对方有一个36C 的胸，然后比如1.68、1.7几的，那这不现实。其实那些朝前看的女人，然后把自己的青春20到25岁当做一个交易去跟人交易的那种女人，其实挺可怜的。她们的青春只有5年，她想在这5年之内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当做商品一样去换得一个更好的价值，其实很可怜，她们很可怜。不是有钱，不是我说我找一有钱人我就肯定没真爱啊。那如果我在有真爱的情况下，我又找有钱人，无可厚非啊。我觉得既然女人那么现实，我们也没必要那么真情，对吧？